各位兄弟们，如果你问我啊，在我这个频道里面驾过最小辆的车是什么车呢？是想当年驾过的 Suzuki Cappuccino， 那个是我认为最小辆的。今天来一个第二小辆的 Prodoa Kancil。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啦。在我这个频道呢，有很多人 comment 过爱的人几次试驾Kancil上山。其实我也在等这个机会，等了很久，我也很希望驾一个Kancil有 turbo 的。那今天他就来了，我们来欢迎一下车主君华，你好。嗨，也是特地从把生下到来这边，驾了1个多钟的车。今天你这辆车是多少年的？这辆车是来自2000年的 Prodoa Kancil 1660EX， 所以它不是最早期那款。他跟我说，最早期1994年啊，好像是推出第一辆Kancil的时候啊，它的那个 logo 是小铃鹿，然后会跳的那个，我们叫什么？叫Kancil龙板。后期呢就换上了这个新的 Prodoa 的 logo， 直到现在。里面的话就稍微有点不一样 ，EX 660Kancil龙板的话是4号牙罢了。美诺的话4个牙罢了。对，到了你这个原装是5个牙了。对，这个原装是5牙，然后原装是660。原装是660。然后你改了什么东西进去？这辆车呢，我改了 engine swap 哦 ，AV RS 250 RS 的那个 engine 下去，piston 啊。head 啦，我都有做过，不过 intercooler 是保持在原装在上面啦，因为我想要 respond 快，所以现在轮上会多少匹马力？在main line 的话，轮上80多匹而已，可以下1300cc 嘛 ，YRV 下到。我看过网上的人有人下，可是很紧啊，很多东西要割，所以金杯比较小啊。对，在很多马来西亚人的印象啊 ，Prodoa Kancil 已经是一个家用车、买菜车，然后呢，之前我们考车所用到的车。可是我当年在2013年吧，我考车的时候呢，它不是用这款的，而且是用比较新款一点的 Prodoa Kancil， 而且它的 meter 是在中间的。前期的 Prodoa Kancil 呢，它的 meter 是在我们的驾驶方向盘的前面。而这辆车原本的照片是这样子的，现在变成已经是这样子的。这辆车以前是买新车啊，应该是算二手吧，因为车主用了几个月过后就出国了。后面呢，就我家人就买了嘛，就用到现在，用到现在了。对，然后给你就搞成得不了。对，本来是 abandoned 的，就是说已经没有人要了，所以就跟家人讲，我来做。这辆车花了多少钱呢？有没有整百千？大家讲整百千那这样才有流量嘛。bumper 是原装Kancil啦，对，原装Kancil，加了一个前面 front skirt L2 的 bonnet，原装日本。所以你看 intercooler 就在上面而已哦，这里进气的话就respond 也比较快。后面的话就是 custom ducktail 咯，自己做的。原本的话到这里而已嘛。所以我就把它 custom bumper 后面原装然后你的 exhaust 这样大力的哦，RS 的 muffler， 这样你的 piping 多少寸哦？算2寸哦，直处 stainless steel adjustable 嘞，很多Kancil嘞后面是走 spring 罢了，这只有 shock 罢了，它不能调了它靠 spring 来做工，前面是 adjustable cross factory racing， 所以前面可以调了。前面可以调 ，Rim 是 OZ 啦，14寸哦，轮胎用16555R14 Maxxis 的MA11的轮胎，然后这个 caliper 也比较大力一点 ，L500 的哈。就是讲 slotted disc 我换过了咯，刹车皮是用这 Bendix Vector King 哦，后面用的 drum 啊，没有用 disc， 没有 disc 的。这粒引擎是来自于 AAV 啊 ，RS 660cc。piston 的话就换72.5哦 ，head 就是 port 过咯，我换了 Semco 水喉啊，那种一点点这样咯。压箱的话也是一样有做过啦。压箱是用什么？也是 RS 啊？因为 RS 进不到，所以我是用回Kancil爆的，不过ratio做一点点。Clutch 的话是用的 Trinity。这些改装的list啊，我会放在下面 description 那边，你们自己去看啊。Turbo 的话就这样，这大力一点点啦，Subaru 啊。还有一个 blow off 啊 HKS 啊。HKS blow off。现在 K car 东西也不便宜，而且 K car 有很多 spec 的是吧？真的很多 spec， 我玩很多都拿不起啊。这个是 Mickey Mouse。Subaru 的对，我装改回下去吧。用手调啦。用手调啦，因为前面改了一个 bucket seat 嘛，如果我身高173坐下去的话基本上
前面拉到很后面，所以我的脚是没有腿部空间，也有rumba的关系啊，脚不知道放哪里，要踩着它也不是，要放下去也不是，那个头部空间还是有一个拳头的。基本上这辆车坐2个人还可以啊，如果想要勉强坐3个人的话，我就觉得是比较痛苦啦。我们体型也比较大，如果是稍微隔壁这个人比较肥胖一点的话，又加上它是美诺，换挡的话都会敲到隔壁的手啊，这个就是它的缺点。可是它就是当年那个卖点嘛，小小辆，娇小玲珑，尤其是当年金融风暴的时候啊，个个都想要省钱买小车，买小 CC， 更省油嘛。Brake 的 full bucket seat 还好我坐得下，虽然你体型小，后面的雨刷，这是 heater 哦。有 heater 已经很厉害了，这辆车虽然这辆车连一个安全气囊都没有，完全都没有。当年的设计有很多像 Proton Saga 啦，还是这辆感觉一样，中间一个非常大的置物空间，2个冷气出风口，冷气的控制都在这边啊，这些很有情怀、很有机械感这种声音，这个真的是爽。开灯的感觉，这个叫做情怀。哎，你的 steering 在哪里哦steering 在这边。哦，哇，这个 steering OMP。没有 power steering， 哇，你daily讲价就加咯。这limiter 来自于 L2， 原装的锁匙，连插锁匙那种情怀的感觉啊，新车都给不到。OK， 那我们 start。哎呦，可以踩吗？踩啊！踩2脚。这个 electronic boost controller 是吧？对，这是 HKS EBC Black Limited。现在我 high boost 的话0.7，low boost 的话0.5。Trinity 的离合器哦，踩下去 OK 啊，没有很重，还可以啊5速的手排变速箱。换了 short shifter， 还比较有清晰感一点啊，不然以前好像完全没有感觉的。这里有一点的路感，当然你不可以比起波段当年的车啦，波段的比较更有感觉。这里有水温、油压、油温。还有增压值，还有这个没有这个Zoom Baron 也是有它的 MyV Turbo， 这边还有一个置物，很多东西，有置物空间哦。啊，对，这辆车的窗啊是完全没有自动的，都是手动的。我在这个年代，我相信也很多年轻人没有看过，全部都是要用手这样转。还有喇叭啊，原装没有喇叭，这也是改的。刹车跟它的油门是很靠近，刹车偏左边一点，所以可能我踩刹车的时候，同时间我会踩到油门。很够力一下，所以我不知道等下怎样驾，你是怎样驾的你？拖鞋啊？啊，拖鞋啊。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车的水温呢是真的这么低，因为这辆车 K 卡会有那个热的问题啊，所以现在的水温才70度，很低一下。下雨天的话更加低哦，我看。哇，这个叫起，哎，哇，这里还有的 lock 的哦。对，很久。像以前威拉这样有的 lock 牙箱。OK 啦，收发。这个 clutch 没有很紧啦，然后哦，它的那个什么结合点才那一点点嘛。现在这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很踩那个 brake 哦，好像这跟踩油差不多这样，所以要很习惯把它靠左边一点是最好。所以等一下呀，我可能驾不惯这辆车，也驾不快，车主才是最快的。哇，那个转向你看到吗？很多哎，以前的 Pro 的通点。才熟悉这辆车啊，当然是要熟悉一下嘛，每一辆车都不一样。对。轮上80几啊？85吧。85匹，然后那个扭力有多少这样子？扭力很少罢了，应该10处吧，应该10处还是11。买一个动这样啊，放一下油啊。就是要给人家听，通常加这种 YRV 也好，这种 Turbo 也好，一定要给人家听。哦呦，你的车很跳一下嘞，不是开玩笑的嘞。那天你讲在我的背后，在路不平的路，你讲开百4，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跳到这样，哎呦，我很不习惯它的刹车。哇，那个 clutch 够咬一下，很咬，对，所以它要就直接放到完，不要。哦，我跟你说啊，这辆车不要考虑到它的 clutch 难不难驾的话，我说它整个车身的话，真的是很娇小玲珑，很让人家觉得很灵敏的一辆车，完全没有什么负担，在这个城市传说当中是很爽，跟你说。所以为什么我讲我有一点后悔卖掉我的格丽莎？因为我驾格丽莎的话，我就是觉得很好驾，很轻松。当年我试了二手车里面监督啊、Persona 啦、Menor 的啦、MyV 啊，全部哦
还是格丽莎好驾，所以我才选格丽莎的那时候。但是格丽莎在这个年代来讲还是很有价钱，其实还比干旧更有价钱，因为它讲的比较大量一点。那个滴滴的声音是什么呢？就是哦，这个。哦 ，boost meter。对，因为我每次都设定在0.5而已。0.5。它超过0.5它就响了。Over boost。为了控制自己的心灵。会卖吗？这辆车你？不会啊，做太多了。不要讲100千，都有几十千啊，留在这边。因为很多这辆车就是以前 try and error， 很多都是自己来哈你。啊，有些自己买自己研究哦，因为没有人会这里研究。哦哇哦！以前不会就那时候做 High Boost 1.2个bar，然后 engine 不耐一直坏，一直炸 piston 像 ice cream 一样哦。它的72.5mm 的 piston 是什么车的 piston 来的？还有Nissan March，这里从68 up 到72.5，很大一下。对，3000转还来副部手，感觉到。啊，都是这样。以前的年代哦，没有太讲究人体工学啊，可以驾就好了，所以导致成它的这个刹车啊、油门啊也没有很好的跟着我们人类的脚去啊，然后那个方向盘以前是不能调整前后的嘛。上下也不能嘞，是 fix 的。对，是 fix 的。啊，所以这辆车还是它的 compressor 一走就比较。aircon 是比较重磅。所以要有力，一定要拐 aircon。以前的车是这样的，这辆车主就加了这个加出来一点啊，好加一点，要不然我的手要降了，我的手会直直的。拐 aircon， 我拐 aircon 感觉到那个 pedal 都比较有力气啊。对，是这样啊，对不对？爽。哈哈哈。是看弯踩罢了，像够看这样的感觉。是啊。啊，再加上迷你够看的感觉。够看也是没有 power steering 的嘛。是没有。所以路感是十足的。这个握感也是啊，阿坎达像握感这样啊。哇，我的脚要点油有一点难了。这个 brake 如果不改这个，我讲真的，我觉得干就不能呢。那个原装的 brake 好像停不下来这样的那个。之前驾那种学车的车也是一样，完全就是没有 brake， 没有 response 吗？brake 在哪里？离线啊。所以我是5000多啊，5000几换压比较好。可以在5000出哦。5000出啊，5200、5300多。Go， 去吧了。哇，快快 ，OK 哦。米德一下子就没有了啊。140倍啊，你米德。好了。通常你看你再踩一下就没有了。都在看了，对，我很喜欢听到这个旧的声音，EV 星的最爱，对啊，对。你看啊，我这个弯其实很小吧，它要转很多，所以有点不习惯的地方。Top speed 都是多少啊？最快？最快啊！啊，最快 High Boost 的话就可以去到160、170，维持啊。如果再讲去到极限状态，还没有试过。还没有试过。还没有试过。之前不是有一个 video， 人家 Aircon 160了，你还在前面咩？啊，对呀。那个是很久以前啊，那个High Boost 1.2的时候。啊。130啊。
freeway 啊，还可以再踩啊。4000站不了，啊，哇！其实这样子在还会蛮稳一下，这样子改，不会感觉到飘飘哦。会不会？不错一下。就算这飘的话，你还有空间去挽救。对啊，我们要听一下音响，这样子也做隔音啊。没人，没人，没人。对。哎。如果原装660应该就，我们试一下100多样过完啊。可以再上，可以再上。哇，没有什么侧倾的感觉，肯定像锅盖这样。120了呢，我这样子踩。对。还开着冷气。是哦。很原始的那种感觉，非常的不一样，真的。但如果你比起很多新车过弯，肯定新车比较稳啊。对。你哪怕拿一个 Viva 改了哦，都会比这样稳的，是真的。对。节气都不一样，然后车的这个宽度啊也不一样。对呀。可是就是莫名的一种乐趣哦。这个 parts 啊容易找嘛，对不对？现在的话难哦，开始难找了。开始了。很难，有的部位就很难找咯，就像有时候那种比较小样的东西就很难找。以前我驾驶Suzuki Cappuccino啊，它的水柜好像是没有啊，intercooler好像是没有出啊。就拿干就Turbo 660的，他们拿 L5啊、L7啊、L9啊，不然的嘛，米拉的，哎，米拉不是拿米拉500啊。关冷气啊。OK， 好了，我们终于到这边了，所以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呢？就是零路上山，冲上云霄，冲上云霄了。不要说什么，不要说快和慢，我们就是来体验。Boost，Do you have boost？啾啾啊！然后讲感觉不累，感觉不累。OK， 谢谢各位收看哦，希望大家点个赞，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们下个影片冲上云霄。OK， 下一集干就都不上山了，我不知道下次有没有机会加一个660 NA 我不知道，因为我加过 Viva 850，的确是没有什么力，但是爽一下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Goodbye。